复式盆景的制作石材大致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材质比较松软的，像吸水石之类的砂岩石；另一种是像鹰石、太湖石之类的硬石。在前期我讲了砂岩石复式小盆景的制作，今天主要讲一下硬石复式盆景的加工制作方法。硬石制作复式盆景，一是顺石头原有的沟槽、石缝，将根和干嵌入其中；另一种对石头进行开槽加工。复式盆景讲究素石合一，合要自然。简单的讲，就是根和干攀附，尽量的不要打破石头的纹路，顺石缝盘软而散，这样符合素石结合的自然规律。根干的布局要尽量的长，不要赤裸裸的展示在石头的主饰面，尤其是不能将根干在石头上形成缝切面，把石头一分为二，就失去了石头的完整性。根和干的攀附最好是从前后两个面进行，像这条根就是从石头的背部开槽进行嵌入，多条根可以从侧面或者是前面进行。长的目的是使素石合得自然，根干在石头上的若隐若现，才能更加突出石头的表现力。复式盆景的选石，除了基本的受落要求，主要是依据数而定。像这种小复式盆景，用水泥做一个基角，把它放入盆中，底部用铝石固定好。制作前要确定好根干的行走路线，这个石头的凹凸面比较分明，根可以顺着这个方向盘软而散。这是一盆进行了预先加工的复石，把根先养好，在根末子发前进行基本的定型，现在就可以对它进行开槽定位。开槽的大小要由根的粗细确定，比根越小就可以了。开槽之后，适当的对它进行雕琢。在进行加工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它的力度。这种硬石是比较脆的，用力过大很有可能前功尽弃。将根比试一下，不要把它压进去。根木质化后会变得比较硬，不好加工，因此要在前期进行基本的定型。这个根已经木质化了，比较硬，很难到位。都把它开几道口，从拉弯的反方向开口。注意根的开口拉弯是与干相反的，这个是朝上弯，开口朝下。如果朝开口去拉弯，外皮是很容易爆裂。试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把它一次性压进去。压进去之后，沟槽内的皮层已经破裂，不要把它拉出来重复进行。垫好木块，用铝石把它压紧。收裂后的根干会改变生长的伸缩方向，多固定几个点，使根与石头紧密的接触。这种破口的地方一定要压好，垫上木块，直到它的受力面，使受力均匀。也把它压紧之后，两侧开始膨胀，就会使根充分的附在石头上。把它压紧是加快复石成型的关键。
压好后根与石缝完全吻合，这就是根复式形成的过程。在制作时，固定根部要从底部开始，最后把顶做好固定，整个复式部分处理完成，再将枝干进行吊拉定位。复式盆景在制作中对树的伤害是比较大的，尽量的不要进行攀杂。像这种卷着部分，先做吊拉定型，以后根据生长再做调整。把这些枝修剪一下，放在半阴的地方养护一段时间，根完全复好后，就可以拿出来进行正常的养护上盆。好了，关于复式小盆景的制作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动手试一试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